中欧之间最近迎来高层互动的高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先后访华。接下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将于下周访华。在中欧诸多议题中，台湾问题被多次提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冯德莱恩时强调，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是振聋发聩。在台湾问题上，法方和欧方都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眼下美国处心积虑给台独撑腰之际，法方和欧盟表态无疑具有指标意义。4月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强调，希望欧盟委员会着眼欧盟根本和长远利益，从中欧关系大局出发，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冯德莱恩回应表示，欧方完全不赞同搞脱钩断链，希望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尽早重启3个对话机制，开展更多互利合作。台湾问题被重点提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冯德莱恩当面重申，欧盟无意改变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希望台湾地区保持和平稳定。很有指向吧，那么前些天吧，布林肯呢，就是说台湾问题它不是一个内政问题，它是个国际性的问题。那么，欧盟要进一步说，这个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好像是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好像是破坏了现有国际规则啊。国际秩序，甚至什么联合国什么都扯在一块儿了。恰恰相反，联合国决议已经解决了台湾问题，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现在把这个一个中国和联合国的决议来掏空或者重新解释，所以才不断的制造了一些新的一些不稳定。美国呢就是讲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以此呢挟持了欧洲和美国其他的盟友跟中国脱钩断供，甚至不要投资中国。所以这就是欧洲现在是上了美国的当嘛。中法联合声明7号发布，在台湾问题上，法方再次明确表达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声明第6条明确指出，法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马克龙此次访华期间也多次表态，法方尊重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任何中方相互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法国的立场无疑在欧盟内部具有重要风向标意义。除了法国，今年下半年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西班牙也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3月3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会谈。李强特别指出，中西要巩固政治互信，密切交流沟通，对接发展战略。中方赞赏西班牙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桑切斯回应表示，西班牙支持欧中加强交流合作，今年下半年轮值欧盟主席国期间将予以大力推动。西班牙和欧盟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当前不断在台湾问题对华挑衅，企图搞以台制华。一些欧洲国家政客为获得美国支持，也配合打台湾牌。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傅聪此前就警告，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必须得到中方的同意和认可。欧盟不应有所谓欧盟的一中政策，无权对一个中国原则做出单方面的解释。2月8号，傅聪大使出席欧盟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60分钟吹风会时，明确表示，中欧关系的头号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方的红线。I must repeat this very strongly, and because the adherence to one China policy and one China principle is the basis of our Chinese relationship with all foreign countries. 傅聪指出，欧盟机构的高级官员访问台湾，甚至出现了关于欧盟与台湾签署投资协定的讨论，这些都直接违背了欧共体在中欧建交时做出的承诺。傅聪警告，如果这些承诺被违背，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或动摇双边关系的基础。我们一再强调，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跟欧盟实际上是八竿子打不着欧盟也不用跟美国人瞎起哄啊，什么。贸易通道啊，或者什么供应链啊，这些问题，这很多都是一些伪命题，所以我们希望欧盟要独立地看待中国，而不要受美国的太多影响，更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又在制造新的一些中欧之间的一些热点问题。
欧盟方面6号宣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将于4月13至15号访问中国。对于欧洲领导人纷纷访问中国，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刊文分析称，一方面，欧洲各国试图就在俄乌冲突、安全与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与中方展开沟通；另一方面，不少欧盟成员国承认，不论国际局势如何，欧洲不能失去中国，应继续与华接触。欧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这个接二连三来访问中国，好像确实是非常罕见的，也就一方面是3年疫情耽误了吧，另外一方面他们乌克兰危机他们深受其害，看起来中国现在是解决问题的伙伴，而不是制造问题的，对吧？美国老是说中国是问题，中国是威胁，要脱钩什么的，他们现在已经看清楚了美国这样一些目的所以呢，博雷利来主要是当然是为了安全因为他负责的是外交和安全嘛，所以讨论乌克兰危机。当然还要为6月份的中欧领导人会晤做准备。有分析认为，近年来欧盟的一些保守主义势力和反华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上高调发声，甚至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欧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组织，具有较强的战略自主性，应严格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联合国相关决议，不应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错误政策，更不应让台湾问题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新障碍。我想中方的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就一方面呢是欢迎欧方任何对于中欧关系的积极的、向上的、全面的评价和这个政策，但是与此同时呢，进一步督促欧方第一个呢要真正找到一个平衡客观的立场，要从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所谓的欧美的盟友关系出发来看待中欧关系。我也相信这次访华的经历会帮助冯德莱恩主席和欧盟的机构呢，对中国、对中欧关系呢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欧盟形成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合理，而且对双方都有利益的对华政策。从4月8号起至10号，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1连3天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解放军陆、海、空、火箭军等军兵种同步组织环台岛战巡进逼，塑造全向围岛设压态势。演习进入第2天，多军兵种部队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下，对台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实施模拟联合精确打击，持续保持围岛进逼态势。台湾海峡内多艘驱护舰和海上待机的导弹快艇联合岸岛突击群对台岛西南目标全时追瞄，在不同方向警巡舰艇采取高速机动和隐蔽接敌方式，占领预定打击阵位。在实警、实岸、实战条件下拿敌练兵，战区空军梯次出动数十架次预警、侦察、歼击、轰炸干扰机，按照作战编组飞赴目标空域，构建岸海空一体联合打击体系。机群依托联合情报支撑，精准掌握战场态势，为联合突击兵力提供目标引导和支援掩护。多架轰 6K、轰 6M 战机在歼击机掩护下低空突防，协同远箱火、常规导弹，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模拟打击台岛关键目标。战区陆军远箱火部队打通侦察、指挥火力网系链路，依托无人机为发射单元提供打击引导，展开多目标精确打击、多弹种复合毁伤演练。值得一提的是，据央视新闻9号报道，此次演习的打击对象是台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报道还透露，对台岛关键目标模拟打击是由火箭军任务部队执行。事实上，台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这样的说法，在此前官方公开报道中从未出现过。对台岛上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打击的那些高价值目标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像海空军基地还有像通讯指挥枢纽部队集结地弹药库、燃料库等等打击这些目标之后呢，可以让它呢迅速陷入瘫痪。所以这些关键目标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价值目标了。当天下午，公众号玉渊谈天发布了一则由东部战区制作的动画视频。视频显示，来自陆上、海上和空中各个方向的火力直扑台湾本岛，覆盖范围广，打击力度大。
这一动画制作准确地描述出解放军陆海空火力从不同区域对预定目标进行多波次的精确打击。联合火力打击的模拟实施是联合利剑演习进入到第2天的重点，而8号的演练重点则在于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夺取制海权、制空权、制信息权能力。就是充分说明了是按照实战的进行的。在掌握了制空、制海权和制信息权之后，然后就可以呢进行了对地对海打击了嘛。那么从联合火力打击的情况来看呢，也是呢采取了综合化的这种打击手段，就包括呢空中打击、地面打击，还有呢海上打击，充分的发扬了我军现在的火力性能。而且呢，从演习中呢还可以看到呢，特别强调的是精准打击，那就说明什么呀？就是所动用的空中以及呢海上和地面的这些火力基本上都是呢精确制导武器，所以打击的能力会非常强大的。实际上从整个的演习情况来看呢，它是典型的现代战争的特点。央视画面还显示，9号上午，东部战区海军徐州舰所处位置是台岛以东海域。徐州舰正实施战术动作，在目视距离仅约5海里处是台军的宜阳舰。现在是4月9日的上午，我所在的位置是台岛以东海域，在我目视距离大约5海里处是台湾地区的宜阳舰。我所在的东部战区海军徐州舰正实施战术动作。这一幕也让人联想到去年8月的大规模围岛演习中，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护舰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风控等实战化演练的一个场景。当时公布的一张照片中显示，某舰官兵在瞭望观察，远处的台岛海岸线和山脉清晰可见，而距离我舰不远处的锈迹斑斑台军军舰就是宜阳号的姊妹舰兰阳号。宜阳号与兰阳号同为台军上世纪90年代初向美国购入的诺克斯级护卫舰，经过后续改良而成。目前共计8艘在台军服役，并被统称为济阳级护卫舰。它的设计以远洋反潜能力著称，因此宜阳号的母港设于台岛东北部的苏澳港，主要承担台湾东北部至东部海域的巡防任务。装备一门127毫米主炮与一座密集阵近程防御系统充当自卫之用，还有8连装阿斯洛克反潜导弹、10枚倾斜式发射的标准1型防空导弹等。而在9号曝光的演习最新画面中，徐州舰的身影十分醒目，开头就是054A 正在破浪航行。因为在对海打击方面徐州舰的反舰导弹呢，不光是性能特别先进，而且射程很远，远远超过益阳舰所装备的反舰导弹，因此呢，可以先敌开火、先敌打击、先敌摧毁，这是徐州舰的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在防空和反潜作战能力方面，那徐州舰也是特别强大，对台湾地区海军能够呢去形成了很大的压制。所以你看着徐州舰呢只是4000吨级的护卫舰，但是它是一个海上的多面手进行了多种作战的时候，能力都是特别强的。更值得关注的是，不久前通过巴士海峡抵达台湾东部海域的山东舰航母编队也参演了。海军研究院大校副研究员唐丽8号晚在央视节目中表示，这次山东舰航母编队作为体系力量参与环岛演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山东舰航母编队作为我们大国海军的战略平台，其出岛链进西太已经充分展现出我远海体系作战能力的大幅提升，同时也是向台独势力释放出强烈的震撼信号。山东舰航母编队呢出现在台岛以东海域，这个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一方面呢，它在台岛以东海域的话，能够呢对台岛呢实施合围嘛，另一方面它可以呢去阻断呢外来干涉势力，因此呢，它在台岛以东海域所进行部署那这个意义呢就非常之大了。也就是说，在未来作战的时候呢，山东舰呢可以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观察指出，解放军的围台演习已经日益常态化和实战化。去年8月，解放军进行的围岛演习，利用多种远程武器进行火力投射演习，包括发射弹道导弹直接飞越台湾上空。同年12月25号，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今年1月8号至9号，解放军57架次军机从3个方向靠近台岛，巡航台周边空域，被岛内媒体形容为3面围台。
台。围台演习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本次演习还组织环台岛战备检巡。那么这次的环岛战备检巡和以往平时的这种例行性的巡逻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赵小卓在央视节目中指出，这次环岛战备检巡最大的不同是跟联合利剑2个活动在一起，有3个特点。首先是禁闭的力度更大，从西部、东部、南部、北部整体对台岛形成挤压的态势，形成紧逼压缩的态势。二是兵力运用更加灵活，这次空军出动歼击机、无人机、加油机、预警机，还有轰炸机远程奔袭。海上力量包括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艇等数十艘从各个方向出来。陆军、火箭军也都在不同的部位发挥了作用，形成联合作战态势。三是实战的意味更浓。所以这次呢，目标就是要检验我们在联合作战这个体系下呢，就是联合作战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通过制权，通过夺取制海权、制空权、制信息权呢，对台独是形成这种压倒性的这种优势。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官方发布的演习视频来看，此次解放军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出动了多种先进主力武器装备。据不完全统计，陆军出动远程箱式火箭炮，空军出动了歼16、歼10C 2型战机挂弹出击，以及轰6K、苏30 MKK、运油20加油机等。海军方面，除了报道中提及的054A 导弹护卫舰徐州舰，演习也出动了052C 型导弹驱逐舰和022型导弹快艇。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再次出动。特约评论员石红指出，仅从解放军各军种出动多型主力装备，就凸显出联合这一作战特点。这次演习呢叫联合利剑演习嘛，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现代战争的一切特点，而且呢是高强度作战的这种实战演习。从演习的科目来说呢，是涵盖了现在我们所能够呢想到的一切的这些科目。再一个呢，从演习中所展示的这些装备啊，也能够看出来，特别是空中战机挂载的这些导弹，那完全是根据了实战去进行挂载的，甚至呢挂载到什么样的位置都是呢非常讲究的。这呢就是说明了解放军东部战区进行的演习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在演习过程中呢，一切呢也都是呢，为联合作战呢去进行服务的，多个军种呢在一起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联合作战体系，让我们的军事力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欧洲领导人接连访华，都强调坚持一中政策。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冯德莱恩时特别说了重话。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您对此有何观察？我们有必要将这个经典瞬间重温一下。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习近平主席那句“绝不答应”、“痴心妄想”，绝对是外事场合上势大力沉、掷地有声的重话了。我们有必要展开分析一下这句重话所承载的用意、所传递的信号。我认为这句话首先是当面说给冯德莱恩听的，尤其是那句颇具指向性的“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冯德莱恩在1990年加入德国基民盟，属于柏林墙倒塌后在德国成长起来的推强一代政客。冯德莱恩是默克尔执政时代的重要幕僚，曾先后替默克尔执掌妇女青年部、社会劳工部以及国防部。西方媒体曾一度认为他会是铁娘子的接班人。然而，这位铁娘子的部长在2019年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后，就逐渐露出了他胳膊肘向外拐的立场底色。尤其在后默克尔时代，许多欧洲媒体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为美国在欧洲栽培的乖孩子。这几年，冯德莱恩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很多时候几乎是无风起浪地接过美国的话头，在台湾问题以及更多中国内政问题上大做文章，这就有辱斯文了。然后，我认为习主席这句重话也是说给更多欧盟成员国听的。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中美大国博弈烈度升级之后，美国
频频打出所谓台湾牌。一些欧洲政客开始将台湾议题引入欧洲舆论场，甚至是政治场合，试图以政治动议的方式加强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力，借此捏造牵引对华关系的筹码。这同样是个危险的错误示范，让中国内政泛化为所谓的国际事务。这个势头理应得到遏制，否则它会对中欧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再者，我也认为习主席这句重话更是说给大洋彼岸的美国听的，尤其是那句“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我合理引申一下这句话的含义：无论谁跑去美国要运作一番都不管用，是拜错了神仙。因为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商量着来，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美国的代理人们，无论是来自欧洲，亦或是更多地方，应该趁早断了当说客拉偏架的念想，少操这份闲心。解放军组织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进入第2天，您认为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特别关注？传递哪些信号呢？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已经十分直白地点出了解放军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用意。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针对台岛的战备警巡与实兵演习持续3天，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仅就2天以来官方披露的一系列军事动作进行观察。首先，最值得关注的是9号中午官宣的山东舰航母编队已前出至台岛东部。这条信息非常关键，它首先传递的信号是，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历经下水完工、入列服役、初步形成战斗力入屋维护之后，迎来了属于它的首次出岛练远海训练。这是山东舰首次远离我岸基力量掩护，以航母编队核心的角色联合遂行任务。这对于一艘航空母舰而言，是全面形成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再者，它也向外界展示了中国航母战斗群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之一，那就是在台岛东部的西太平洋海域形成一道海空屏障，遮断境外势力武力介入台海的途径。这是对岛内那些妄图挟洋自重的人们最响亮的耳光。挟洋无法自重，统一才有出路。其次，这是一次由解放军东部战区担纲组织实施的一次多军兵种联合军事行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下达行动指令后，包括战区陆军集团军炮兵旅远火部队、海军驱护编队、岸基导弹突击群、空军歼击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电抗、空指力量，甚至包括火箭军常规导弹部队等任务兵力迅速响应，从营区向预定区域集结展开，围绕战场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进行强有力的争夺。这整一个演习过程是军改以来军种主见、战区主战4梁8柱的充分彰显，是解放军实战化练兵以来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强调信息化主导、强调对当前敌情掌握、强调突击火力压倒性优势的充分展示。一言以蔽之，在祖国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祖国统一的军事行动中以泰山压倒之势一锤定音。它的全新面貌充分展示了这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再者，这是解放军战区力量基于某种预案想定实施的实兵拉动。从官方释出的现场画面不难看出，从紧急集合哨吹响开始士兵从营房里全副武装奔出，东风11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车从库房里整齐划一的跃出，新型多管远程火箭炮向预定发射阵地行进。歼10C 战机使用空优作战跨载方案携实弹顺次滑跑起飞。这一系列动作充分展现了解放军整个带弹、闻令而动的冷启动能力。这是一种快反作战的实施方式，讲究的是平时向战时状态的瞬间转换，无需热身就能迅速进入比赛状态，是发令枪响起后本能的起跑冲刺。
它也同样预示着，无论台海局势以何种方式演变，哪怕是一种剧烈而突然的方式出现重大变化，我们都完全具备一箭双涵14周的摄人之力。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法国外交部7号表示，随马克龙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外长科隆纳，在中国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举行了面对面会谈。外界注意到，这是中方积极斡旋伊朗和沙特复交后的又一次正面的外溢效应。因为就在法伊外长会谈的前一天，沙特与伊朗外长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了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步骤。4月8号，沙特工作组抵达伊朗，与伊方就重开使领馆工作进行讨论。中方的有效斡旋，也让外媒将中国形容为外交和政治圣地。据伊朗德黑兰时报7号报道，借同时访问中国之机，法国外长科隆纳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北京举行会晤，双方就多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双方的声明，科隆纳和阿卜杜拉希扬在会谈中全面讨论了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他们还就领事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促进相互尊重和继续对话。多家外媒以罕见形容这场北京会见。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1月到2月期间，伊朗和欧盟针锋相对，互相对对方施加一系列制裁措施。而法国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与伊朗的关系受到多方掣肘。此次借中国调停沙伊关系之机，法国在北京与伊朗实现外交对话，对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大有裨益。法伊关系在北京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沙伊复交事宜也在持续推进。继4月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北京举行会晤，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并签署联合声明后，当地时间4月8号，沙特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组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两国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工作细节。这是沙特代表团7年多时间以来首次访问伊朗。沙特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旨在推进沙特、伊朗和中国达成的协议，讨论重开沙特驻伊朗大使馆以及沙特驻马什哈德领事馆的事宜。缓和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最大的看点就是伊朗大幅度的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在过去很顽强的。力度很大的输出革命、扩张什叶派势力这方面的一些政策有所调整，有了伊朗的调整，那么它自然的会相应的得到沙特其他海湾国家和整个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对应性的反应。此外，路透社7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沙特阿拉伯与阿曼的外交特使也计划下周出访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官员就一份永久停火协议进行讨论，以结束长达8年的也门冲突。知情人士说，双方此番商讨的重点是全面重开也门的港口和机场，支付公务员薪资，重建进程和政治过渡等事宜。消息人士透露，若谈判顺利，各方可能会在4月20号起的开斋节前宣布达成协议。路透社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还报道称，也门局势近期取得进展的另一个迹象体现在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解除了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南也门港口实施了8年的进口限制。也门政府于6号表示，商业船只将被允许直接停靠在包括亚丁在内的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南部港口，除少数例外，所有货物将被允许清关。路透社称，沙特官员访问萨那一事表明，在阿曼斡旋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同样表明，在上个月沙伊北京对话后，在沙特与伊朗这对宿敌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后，地区国家间的裂痕正在进一步缓和。一直以来，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冲突中持相反立场。在也门冲突上，伊朗方面在政治上支持胡塞武装，而沙特则是也门政府的支持者。这一次在沙特和伊朗，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双方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主要的战场就是也门战场，应该实现停火。在中东地区广泛出现和解浪潮之际，美海军却突然宣布向中东部署了一艘能够携带多达154枚战斧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美核潜艇为何此时重返中东地区，又会给该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
美国海军第5舰队发言人霍金斯7号发表声明说，美海军潜艇佛罗里达号6号进入中东水域，佛罗里达号可携带多达154枚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将为美国第5舰队提供支持。美联社分析认为，美军将佛罗里达号部署至中东地区，意在就近期局势向伊朗展示武力。据报道，美国第5舰队长期在重要水域霍尔木兹海峡巡航。霍尔木兹海峡是进出海湾的唯一航道，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这一通道出口原油，全球约有20%的石油贸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指责伊朗近年来将油轮和商船作为袭击目标，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和伊朗舰艇还在海湾水域多次对峙。美海军2021年4月甚至曾向伊朗船只开火示警。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近期进一步升温。观察指出，2011年以来，美国一直收缩在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但近期在中国的斡旋下，中断联系7年的沙特和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美国看到这种发展趋势后，出于战略焦虑，不得不在中东地区重新布局，部署核潜艇只是其中一环。所以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并不甘心，在这个地区呢，撤出，在这个地区呢，失控，所以他要，通过经济制裁，通过军事存在，甚至呢，采取军事打击手段，在这个地区控局。但是不管怎么说，中东地区的和解外交呢，已经上了快车道，所以地区国家的觉醒，地区国家。谋求发展、谋求和平的步伐呢，正在加快。这一步伐来说的话，美国是难以阻挡得了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上周突然秘密访问沙特，与沙特高级官员讨论了共同利益，并承诺与沙特加强在反恐等领域的情报合作。然而，伯恩斯此访的重点不止于此。他告诉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和叙利亚达成和解，令美国感到措手不及。而伊朗和叙利亚这2个国家目前仍然受到西方的严厉制裁。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斯用美国全球竞争对手来代指中国。《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沙特和伊朗长期因安全和宗教派别问题而关系紧张，两国对地区主导地位的竞争也日益加剧。但随着中国出面斡旋，这一中东地区最为棘手的对抗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在促成沙伊和解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速了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调整。《华尔街日报》称，此时更标志着中美竞争迈入新阶段。China made a massive global advance by strengthening its ties with Saudi Arabia, which joined a China-led security bloc and signed a multi-billion-dollar energy deal. This comes straight after China brokered a peace deal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It's all a massive humiliation, not just for America, but Biden personally. What's happening to America? We used to be the world's leader. Everybody wanted to be our ally.Now, Biden staggers around. 德国《明镜周刊》指出，美方对于沙伊和解感到惊讶和恼火，是因为沙特人根本没有征求美国人的意见。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沙特的战略决策，这个时代已经宣告结束。随着北京和平协议的达成，中东地区也正在重新洗牌。文章称，与美国不同，中国一直避免批评利雅得和德黑兰，而且同时购买这2个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因此北京的中立政策比美国的政策更容易遵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格雷厄姆·富勒也认为，华盛顿必须深刻反思其霸权思维主导的外交政策。他在美国治国方略网站撰文表示，在摒弃华盛顿用来观察世界的那种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情况下，中国凭借其行动能力获得了机会，推动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欢迎这种地区冲突的化解，反而似乎对这一和解表现出明显的失望。富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陶醉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标签，为了孤注一掷地证明自己仍然能够发号施令，不惜一切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现在正扮演更为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全球外交官角色。这个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一个明显的失败，是它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你想，就是沙特离美国的距离明显的拉远，这个就是因为拜登政府对沙特搞的人权外交，说沙特的人权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等等。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实际上最大的热点还是在乌克兰。美国、欧洲国家、俄罗斯，他们在乌克兰进行着非常激烈的角逐较量。中东整个地区基本上是处于中立状态，包括伊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不大可能再让美国在地区和解事务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法国、伊朗外长在北京见面，多家外媒连称罕见。那您对此怎么看？您怎么看北京大和解带来的中东世界一系列变化呢？主持人好，中东地区目前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与中国的外交斡旋有关。在中国的劝和促谈下，沙特和伊朗这对冤家呢决定恢复外交关系，这让世界震惊了。一些海外媒体说，北京已成为世界外交的主要中心之一，是和平的圣地。中国呢一直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为贵。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我认为呢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初开的蓓蕾，逐渐呢把争斗的双方或者是多方劝和促谈到合作共赢的线路上。因为呢只有和平才能够发展。沙特和伊朗和解以后，接下来呢就是双方恢复使领馆工作，这呢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也是展开正常交往必备的机制。沙特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大大降低了中东的战争与冲突的风险，国家间的裂痕呢正进一步的缓和。沙特呢能和宿敌伊朗和解，这和平激励便传导到处理与也门的关系上。有报道显示，沙特官员呢已经在阿曼的斡旋下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谈判，也有进展，有望呢达成永久停火协议。沙特呢曾经牵头多国联军呢绞杀胡塞武装，连年战事呀造成了大量民众流离失所，80%的也门人呢是靠人道救援而生存，而伊朗呢又是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者。沙特和伊朗能够和解，那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实现永久停火的可能性就大增，这将是中东地缘关系迈向和平稳定的又一大里程碑。这解开一个关键死结，后面的结呢似乎都能解开。现在啊，沙特正在和叙利亚就恢复关系进行谈判。如果沙特对叙利亚反对派减少支持，那么叙利亚呢就可能结束内战，致力于国家的重建。黎巴嫩、伊拉克都受到这个沙特伊朗冲突的影响。沙伊和解呢，就把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这盘大棋呢给下活了。鉴于中国在沙伊和解上做出的贡献，欧洲国家呢对中国是刮目相看。法国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实际上呢也是对中国促成沙伊和解点赞。这就显示出呀，欧美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欧洲呢还是希望中东和平，支持中国的劝和促谈。当法国外长在北京与伊朗外长见面时，美国媒体呢便用罕见来表述。两伊战争时期啊，这个法国和伊朗呢也曾因为武器供应而断交，后来呢恢复了，但是关系呢一直不咋地。现在啊，法国、伊朗外长北京见面，似乎意味着欧洲对中国的劝和促谈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有信心。中国能让沙特、伊朗实现和解，那么也能在俄乌停战和解中呢发挥重要的作用。法国的这种姿态啊，与美国的策略是不同的。美国呢不希望中东各国和解，也不期望俄乌和解。在中东地区趋于和解之际，美国海军向那里部署了核动力潜艇。中情局局长到沙特表达不满，那您认为美国会搅乱中东的和解浪潮吗？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让美国是大吃一惊。中国劝和促谈的过程，美国呢是一点都不知道。直到沙伊在北京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呢才知道自己啊被甩出局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大放光彩，一下子呢把美国的霸权思想给压制了，世界对中国的信心大增。另外，中东各国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的这个自主性和独立性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受外来势力的干预和操纵。那么最近啊，一个颇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以沙特为核心的欧佩克加组织宣布呢再次进行石油减产。沙特国王和王储均表示，对取悦美国呢已经不再感兴趣了。沙特更加倾向于沙特优先的经济发展政策。伊朗呢更是不睬美国，于是呢美国呢又开始动作了。部署核潜艇到中东是为了牵制和威胁伊朗，派中情局长秘密访问沙特是对沙伊和解表达不满。沙特和伊朗、叙利亚达成和解，都让美国感到措手不及，甚至不知情。所以啊，中情局头目秘密访问沙特，以施加压力，不
不过我觉得呀，正在实现和解的中东各国很难再被美国操弄了。无论是派核潜艇，还是派情报头子，都无法阻止正在走出困境的中东国家。美国霸权呢，在中东地区注定会失效，没有人呢愿意再当美国的棋子。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接连报道，多家社交媒体上近来出现一批疑似美军秘密文件，多达100多页，涉及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方面兵力及武器配置、战场地图、俄乌双方伤亡情况等多项情报。美乌双方多名官员称，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虚假情报行动，目的是对乌克兰的反攻计划散布疑虑。但也有分析人士称，不排除这是美国的自导自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此表示，文件泄露事件表明，美国和北约参与俄乌冲突的程度正在不断加深。《纽约时报》7号披露了最新一批机密文件。法新社报道称，该批次机密文件内容远远超出被视为高度机密的俄乌冲突计划。审阅过社媒网站上泄露的机密文件的安全分析人员表示，越来越多的文件显示了包括一些与中国、印太地区、中东和恐怖主义相关的敏感简报幻灯片。综合多方消息，部分泄露文件为拍摄的作战图照片，标注详细，日期不一，时间跨度大约5周。最近一份的日期是3月1号。不过，尽管文件包含不少军事细节，但并未涉及具体作战计划。其中一份文件包含今年1月至4月乌克兰新兵训练和装备交付状况，显示乌方正在组建12个旅的作战部队，其中9个旅由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提供训练和补给。这9个旅中，6个旅计划在3月31号前就位，其余3个旅计划在4月30号前完成战备。这9个旅总计需要250余辆坦克和350余辆装甲车。《纽约时报》6号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被泄露的机密文件达100多份，再加上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可能会造成极度严重的后果。报道援引荷兰调查网站响铃猫一名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首批文件似乎早在3月初就发布在了一款名为 Discord 的新兴聊天软件上。报道称，接连发生机密文件外泄，令拜登政府措手不及，政府工作人员正努力删除相关贴文，但未成功。五角大楼也对此大感震惊，6号发声明表示正调查此事。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米克·马尔罗伊称，机密文件的泄露显示出现了重大的安全漏洞。一名高级情报官员称，这次机密文件泄露事件是五眼联盟的噩梦。几名国安机构官员私下承认，他们急于查出泄密源头。其中一名官员还说，机密信息可能还会源源不断地流出。近日，俄罗斯电视台称，如果这些文件属实，这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重大的情报泄露事件之一。Somebody within the bowels of the Pentagon were leaking information out and putting it on social media, which is strange, because if the documents were real, and they would have been handled, and it was meant to get to get to Russia as the audience, it would have been handled a lot differently, not through social media. 而对于文件真假，各方仍看法不一。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美军秘密文件泄露事件表示，我们对美国和北约直接或间接卷入俄乌冲突没有丝毫的怀疑。美国和北约参与俄乌冲突的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乌克兰政府官员称，这些泄露文件是俄罗斯方面的虚假情报行动。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也称，这是俄罗斯散布的虚假信息，目的是对乌克兰的反攻计划散布疑虑。对此，俄罗斯驻美大使馆暂未回应，但有分析人士称，文件中有关兵力和武器配置等军事细节看着很真，比如文件所披露海马斯系统的弹药消耗率，美方先前从未公开过相关信息。也有分析认为，尽管美方已宣布启动调查，但不能排除美国自导自演的可能性。而且泄露的文件不论真假，必然对各方产生较大影响，涉及军事部署、情报安全及共享、人员核查等方方面面，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春俄乌战事的走向。